加班到深夜的女秘书本想冲杯咖啡提神，哪知上司上来就要给她加奶加糖。女秘书虽然身经百战，但咖啡加奶她很是不喜欢。她一把将男人推倒在地，随后慌忙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可她丝毫不知，想给她加奶加姜的并不只有上司。她前脚刚走进停车场，身后的门就被人锁了起来。毫不知情的女秘书自顾自地往前走，哪知下一秒停车场的灯光竟一个接一个的全部熄灭了。突然的黑暗让她头皮发麻，借着手机微弱的灯光，她按响车子。好在车子就在不远处，当她刚搭上车子把手，就瞬间被掉落的电线电昏在地。等她再次醒来，就发现自己身处保安室。保安小李说突然停电，她赶忙出来查看，正好看到她被电线电晕过去。女人还有些恍惚，但很快她就发现了异常，自己身上竟然被换上了一袭红裙。小李连忙微笑解释说自己戴了手套，并且强调全程都是闭着眼睛给她换的，因为之前的衣服已经湿透。女人面上不显，心中早就万马奔腾了。小李的行为让女人感觉不对劲，拿着自己的东西就准备离开，可却被小李叫住。女人心中一颤，原来小李是提醒她光着脚呢。女人总感觉小李不正常，一秒也不想停留，直接光脚跑到了车边。她小心翼翼地上了车，就在她打火准备启动之时，却发现车子怎么也打不着。她崩溃地想哭，可一转头就再次发现了窗外的保安，这可把女人吓了一跳。小李说车子因为漏电出现故障，已经帮她叫好了救援。可女人刚想下车，小李就蹲下身子，为她穿上一双红色的高跟鞋，并让她先去保安室等待。此时女人觉得小李特别可疑，可又说不出具体哪里有问题。如今她孤立无援，丝毫不敢激怒小李，只能乖乖跟着小李回了保安室。谁知道竟发现小李准备了烛光晚餐，似乎早就预料到他会遇到困难，说着还拿出了一个蛋糕。女人看到蛋糕瞬间愣住，因为这个蛋糕正是她早上去商店打算买给女儿的。小李是怎么知道自己要买这个蛋糕？这让女人感觉到诡异，瞬间感到毛骨悚然。女人不敢再继续待下去，赶忙掏出手机要自己叫车回家。见女人去意已决，小李不再阻拦，走时还贴心的脱下外套，让她穿着不要着凉了。这番操作整得女人一头雾水。女人找到停车场出口，却发现大门紧锁，而停车场的入口也是如此。无奈她只好折返回去取钥匙。等她找到钥匙准备离开时，无意踢倒了旁边的垃圾桶，哪知里面竟全是自己用过的东西，甚至连用过的纸巾都被人收藏起来。他害怕的想要赶快离开这里，起身时竟意外碰到桌上的鼠标，电脑上不仅全是他的照片，竟然连自己家里也被安装了监控。这时他才意识到男人的变态，他赶紧拿起电话准备报警，却发现电话线早已被剪断，手机没有一点信号。他刚想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，小李刚好也回到了保安室。这下两人四目相对，看到女人已经知道自己的意图，小李彻底卸下了伪装，一把抓住想要逃跑的女人，将女人铐了起来。任凭女人怎么哀求，他都不为所动，甚至拿女儿威胁他。无奈他只能老老实实配合。之后保安将女人带到了一辆车前，说是要送她个惊喜，然后强行将她塞进了副驾驶。女人惊惧不已，还以为他是要在车上尝试新姿势，她一点都不敢反抗，只能一个劲的请求小李放了她。而小李只是默默地开着车，直到开到一个巨大的帘子前，他才停下。等他拉开帘子，里面椅子上五花大绑着两个人。直到这时，女人才明白小李所谓的礼物到底是什么。被绑的男人是经常开油的上司，而女人则是他的死对头，平时只会打扮和摸鱼。说着，小李就以帮他报仇的名义，一脚油门直直冲了过去。上司被吓破了胆，而女人则是被吓尿了裤子。就在离两人还有3厘米的位置，小李停了下来。两人刚松一口气，小李再一次倒车冲了过去，这次距离更加近了。小李直接给了女人2个选择，两人只能活一个。女人疯狂地痛哭着拒绝，此时的她已经崩溃。小李看女人犹豫不决，当即抄起铁棍，对着上司就是狠狠的一顿输出，吓得一旁的女人惊声尖叫。好在小李还算是言而有信，干掉上司后就给女人松了绑，让她自生自灭。回到车上，小李正打算带女人离开，却发现上司还没死透，于是就从车里找出小刀，上去就狠狠补了几刀。女人见此趁机悄悄下车，拼命地朝出口跟逃，很快就逃出了小李的视线。她好不容易找到趁手的武器躲起来，准备伺机而动，可一转身就遇到了死对头。关键时刻，两人只能齐心协力，合作逃出去。女人慌乱地掏出钥匙想要开门，哪知死对头上来就要抢夺，一瞬间钥匙掉进了排水槽内。见死对头愣在原地，只顾着慌张，女人忍不住地吼了2句。这时死对头才反应过来，赶忙过来帮忙。可2个女人终究是力气太小，任凭他们想尽办法也拿不到钥匙。女人瞬间暴怒，拿起灭火器就朝玻璃门砸去。奈何玻璃门是中国制造，任凭她使出吃奶的力气，也没砸动分毫。
实在没有办法，两人只好大声呼救。可早已夜深人静的街道，没有人会听到他们的呼喊。突然一阵汽车的轰鸣声让女人警觉起来，看来是小黎找了过来。此地不宜久留，两人赶忙找地方躲避。女人刚找到一个杂物间，就被死对头一溜烟的钻进去给占了。无奈女人只好找别的地方躲藏。好在女人幸运找到了一个运行的电梯，本以为可以顺利回到写字楼求救，哪知电梯在运行到一半时，竟突然故障停了下来。女人慌乱间按下紧急按钮求救，哪知里面传来的却是小李的声音。这时她才发现电梯内还有监控，而她的一举一动还在小李的监视中。女人当机立断敲碎了电梯里的监控，然后撬开了电梯门，用鞋子将电梯卡住，这样小李就无法控制电梯。目前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电梯，只要等到天亮救援人员赶到，他就能彻底安全了。但谁让他有一个猪一样的队友呢？死对头感觉外面没有人，就偷偷跑出储藏室，结果被小李抓个正着。这可给了小李机会，他借此威胁女人，如果不出来就会干掉死对头。无奈女人只能再次妥协，老老实实的跟小李回到了保安室。为了让小李放松警惕，女人甚至配合起小李。见女人如此听话，小李解开了女人的手铐，并心疼的给女人受伤的小腿上药。女人趁机将手伸进包里，将自己的香水攥在手里，等待时机。等小李再次抬头，女人趁机拿起桌上的鱼缸就砸向小李的头，确定小李昏迷。女人拿起手机跑到停车场出口寻找信号，她不断尝试着报警，好不容易打通电话，却因为信号太差，警员根本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。他使劲将手机往外面伸，结果一不小心将手机掉在了地上。他拼命的伸手想把手机捡回来，但他怎么都无法够到，甚至还把指甲掀翻。女人强忍剧痛，狠心的将整个指甲拔掉。就在他绝望之际，手机铃声惊动了一个过路人。女人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，不停的请求男人帮她捡起手机。谁知男人早已醉得神志不清，自顾自的捡起手机，接通了电话。女人趁机赶忙大声呼喊救命，但好巧不巧的是手机刚好没电，唯一的机会就这么消失。女人恳求醉汉帮她报警，可醉汉胡乱一番摸索，却还是没找到手机。突然醉汉指着女人身后说，那里不是有人，你找他帮忙吧。说完转身带着女人的手机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任凭女人在身后绝望的呼喊。